艳阳高照，海风习习。高雄是海洋与阳光所眷爱、孕育的海洋城市。这里有热情好客的风土民情，蓬勃发展的工业，一年四季展现出热力四射的动能。但是再美丽的城市，仍然潜藏许多生活上的危机，例如台风、地震、土石流、气爆、空气污染，甚至是疾病。那要如何解决呢？资讯超级英雄将利用感测技术，从地底、山坡、空气，甚至是太空，来面对这些重大的危机。资讯超级英雄。2014年7月31日，在高雄市凯旋3路这个地带发生了气爆事件，造成了32人死亡，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亿元。这究竟是教训还是警讯呢？如果我们有最新的感测科技，我们能够避免些什么呢？当初你就是在这个现场，可不可以说一下当天晚上发生的情形？我们一来的时候啊，第一个职责就要赶快找到底是哪里泄漏所以说就赶快这个看看要怎么办。那其实我们环保局的职责还当务之急主要是要先监测空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如果没有把这个空中那个什么物种，那污染物是什么东西没有把它监测出来的话，这个消防单位或者救灾单位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救灾，所以我一来就开始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说就要一直试。当我已经确定的是丙烯的时候，做第二次确认的时候就爆炸。描述一下爆炸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爆炸的时候因为我大概是站在这里，就突然爆炸就一面火海，好像我觉得我的肚子被炸到，我往后看这个我全身被火埋，被火烧的沥青把我埋起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大概性命大概结束了。这一夜，32人丧命了，300多人轻重伤。回顾这个充满惊恐的深夜，11点55分，前所未有的剧烈爆炸声，巨大的火球直径达15公尺，汽车被炸到3楼高，消防车掉到裂开的地底。还以为是炸弹。所有人都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这场爆炸的代价是300多个家庭的破碎。如果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利用感测器来确认外泄的气体，是不是可以挽回悲剧呢？这些无色无味的外泄气体，却能在一瞬间夺走人的性命。该怎么预防空气中的这些不定时炸弹呢？
300多年前，英国人就已经有个想法了，他们发觉金丝雀对空气中的这个微量的毒气相当的敏感，所以他们就在矿坑里面放置金丝雀来当作警告。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越走越深，空气闻起来闷闷的，不太好。我们走快一点。到出口了，我们往前走。最近，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可以安装在可稀释装置，例如手机上的智慧型气体感测晶片，体积小于1个1元硬币的1/7，能安装在小型的电子用品上。靠着这个装置，能够及时感测多种有害气体，同时也可以在路面下的气体输送管线装上测量气体压力的感测器。一旦发生外泄，就可以马上连线，通报管理单位，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及时疏散民众离开危险区域，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这一台是叫管离子侦测器，英文名称简称 PID， 然后它主要针对的是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这个挥发性有机物是我们空气中会常常闻到的一些有异味的物质。如果现场环境中有异味的物质的话，这台仪器就可以显示大概目前有多少浓度的这些物质在这个环境中。如果有爆炸、有燃烧的危险的话，我们会使用这一台叫试用气体侦测器。它主要可以量测4种物指标。第一个 LEL， 就是我们说的爆炸下限。然后第二个是 O2， 就是我们环境中氧气的浓度。第三个是 CO，CO 就是一氧化碳的浓度。第四个是 H2S， 就是我们水沟中常见的硫化氢的成分。而同样的气体感测原理，不但可以用来预防气爆，还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疾病。难缠的肺炎在台湾10大死因里排行第4，而过往要诊断这些并发症，都要花3-5天，从患者的简体培养出病菌，才能对症下药。但对于分秒必争的病患而言，可能就错过了最后的宝贵时间。清大电机系郑贵忠教授研发出新一代气体感测晶片，也就是电子鼻。电子鼻利用患者所呼出的气体来感测判断是否有感染肺炎。石医师，我们现在正在加护病房里面，请问您是如何使用电子鼻感测技术来照顾病人呢？我们都知道电子鼻可以依据病人吐出来的气体来急速的、快速的来诊断病人的疾病。那我们都知道，加护病房里面占了60%到70%肺炎的病人是致命性的。那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如果说从 X 光片看起来的话，可能1个礼拜照2次，那培养你要5到7天。那吸进起的检查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有时候会耽误我们对疾病的诊断。尤其是病人如果有肺积水、肺水肿，甚至于病人有一些的肺癌或者其他的疾病，常常很难由 X 光片去做立即性的诊断。所以我们希望用这种会侵犯性，而且最同步能够了解病人的细菌的菌种，同时能够给病人快点下药，可以及早让病人能够缩短住院这种时间。在听完施教授介绍这电子鼻在医学方面的应用之后，我对这个电子鼻的技术感到相当的好奇。电子鼻究竟是如何做的呢？接下来让我们到清华大学郑教授实验室去看看。走。
曾教授，请教一下，像这样小小的电子晶片，它怎么样能够感测空气中的气体呢？我们在这个晶片上面，我们有涂布了一些材料，就像这个瓶子里面所装的。那这些材料放在这个晶片上面之后呢，就可以跟空气中的分子有反应。我们的这个材料啊，有反应的时候，它的电性就会改变。经过晶片的一个量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电性的变化。但是我们需要量测的空气有各种不同的种类的空气，那你又怎么分辨呢？对，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材料，像这只是其中的一罐，它对醇类比较有反应。那我们还可以用对丙烯的，可以用对甲醛的，那就不同的材料会有不同的反应。哦，原来如此。所以你这边像是一个化学实验室啦。那请问我后面的这位同学，他在这边做些什么呢？我们材料做好了以后呢，它并不是分散得很均匀，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超音波的震荡，也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均匀的涂布。刚才我们在那边所这个震荡过的材料呢，我们现在要把它涂在基板上面。那所以我们会在这边用一台精密的仪器，然后把刚才的材料把它涂布到基板上面。我们完成了感测器的涂布之后，我们会把涂布好的晶片拿到这个地方来做测试，来看看它电性和反应的一些情况。我们完成了电性检测，我们就会把刚才的感测器拿来这边和电路在一起做一些组装，成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可以来做气体的感测。我们待会就来看一下。这个金属盖子里面就是刚刚我们完成整合的气体感测器。好，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接下来要对它做什么？我们拿到这个系统之后，我们就会拿到这里来做气体的实验。我们会给它不同的测试气体，来看到这个系统对于不同测试气体的一个反应。经过检测之后的气体感测器系统，那在经过整体设计之后，是不是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电子鼻产品呢？是的。电子鼻可以用来感测人体呼出来的气体还有哪些细菌的代谢物，但是对于远距离的空气污染又该如何感测？我们知道，每到冬天，高雄的空气就陷入一片灰蒙蒙，会引起居民强烈的抗议。除了自然因素外，工业区的污染气体排放也是一大问题。侦测空气污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白天的黑烟到了夜晚就看不到了。就算在白天，许多气体污染物是无色无味，又在远方高处，很不容易侦测，怎么办呢？有了，可以使用由雷射光做成的光学雷达，简称光达，来遥测空气中的污染气体。光达是光学雷达的简称，它来自于雷达的概念。雷达一般就是用微波知道物体的大小跟距离，但是光学雷达解析度更高、更精准。它使用的是不同波段的雷射，它除了可以精准的测距外，它还可以知道空气中不同物种的种类。因为光达具备两种特性：第一，它可以精准定位气体污染物。我们利用气体污染物分子会反射部分雷射光来测量它的方位及距离。雷射光自发射后到反射回来的时间乘以光速，再除以2，就是它的距离。第二，它可以用来感测气体污染物的成分。不同气体污染成分会与不同波长的雷射光产生不同的反应。举个例来说，烟囱正在排放气体污染物。当气体污染物 A 对某一波长的雷射光有较强吸收，却对另一波长雷射光有较弱的吸收。另一个气体污染物 B 则对这两种波长的雷射光有不同的反应，它所反射回来的雷射光强度就和污染物 A 有所不同。因此，透过比对分析不同波长雷射光的反射强度的特征，就可以得知
气体污染物的种类及浓度。我们以金丝雀为师，再发展出自己的空气侦测器。同样的，在感测空间量测距离上，大自然也给了我们最好的灵感——蝙蝠。蝙蝠能够在没有光线的洞穴中飞行，却完全不会撞到岩石或者其他蝙蝠。因为蝙蝠可以在飞行的时候发射超音波，再用体内的声呐雷达感测出障碍物与自己的距离。小小的蝙蝠借由它特殊构造的口腔、耳朵来侦测障碍物，实在是大自然巧妙的安排。我们可以从蝙蝠身上学得什么呢？我们怎么来感测我们的环境呢？我们可以用环境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讯号，比如说光线，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声音都能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环境。那接下来我们要展示一下我们如何利用声音来帮助我们量测距离。刚才我们所做的是声波测距实验，原理是声音在空气传播的时候，如果前方有障碍物，会反射一个声音回来，称为回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回音和原本声音的时间差距来测量距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刚才实验结果。好，我们现在看到电脑这边，电脑在这个实验中所担任的角色是记录腔声还有回音。我们用它来量测从这里到司令台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萤幕上有2个大的振幅，第一个大的振幅是腔声，第二个大的振幅是腔声碰到司令台之后所产生的回音。2个的时间差距是0.54秒。现在让我来算算看，这个时间差乘上我们的音速。目前的温度是32度 C， 音速是每秒350公尺，因此350乘上0.54，可以算出来回距离为189公尺，再除以2，得到从这里到司令台的距离为94.5公尺。那我们先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们请我们的同学来实际测量看看。44.5加50公尺是94.5，我们的实验是成功的。量测的结果的确是94.5公尺，和利用音波来量测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只要知道了波的传递速度，将速度乘以时间，再除以2，就可以得出我们与目标物的距离。不管是超音波、光波，都是一样的原理。例如在高速公路上，以中山高速公路为例，感测科技的应用已经可以及时辨识车辆与侦测车速，能够提供给用路人哪个路段目前塞车的资讯，让用路人及时改道，节省宝贵的时间，还能减少碳排放。不仅趋吉，感测科技更能避凶，为我们预警灾难。然而生活上的危险情况不只是交通，还有来自于大自然更可怕的灾害——地震。2018年2月6日深夜，发生瑞士规模6.0强震，花莲市震度7级，一阵天摇地动，造成17人死亡。同样的，在2016年2月6日也发生美浓地震，震央就在这里，高雄美浓。那场天摇地动的大地震，就是以美浓为中心，震波扩散到整个台湾。但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地震触发了第2次震央的新化、永康一带。
然而，面对这种瞬间的灾难，感测器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地质脆弱的断层设置倾斜仪、温度计、地震仪，能够随时侦测、传输研判当地的地质状况，也可制作地震警报器，可以透过地震时 P 波、S 波传递速度不同的特性，及时得知地震的规模和资讯，提前预警，抢救珍贵的生命。台湾位于板块交界，断层密集，地质脆弱。若是结合极端天气，就会成为山坡地的噩梦——土石流。因为台湾的地层相当脆弱，加上近年剧烈变化的极端气候，每在大雨或台风时，山区就会有土石流的灾情。土石流以大量的水分夹带泥沙、杂物，从陡峭的山区往低处急速流动，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可以把大树推倒，把桥梁冲毁，甚至把钢筋水泥房屋整个掩埋不见。2009年8月8日的中台、莫拉克全台伤亡惨重，造成701人死亡，55人失踪，小林村整个灭村。生命是何等的渺小脆弱。科技发达的今天，如果再来一次，感测器能做些什么呢？又能够挽回些什么吗？中山大学位在风光明媚的柴山地区，但是呢，柴山地区是一个地层不稳定的一个地形，那我们很担心它发生地层滑动的现象，那就对于人员的安全、建筑物的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常密切的监控。但是地层的滑动怎么样监控呢？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好，这是一个吸管。那我们把这个呢往下面插地层插，那假设我手画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可能发生滑动的地层，那这样的一个管子穿过可能滑动的地层，再往下到稳定的地层，把它固定住。那如果地层发生滑动的时候，在这个区域发生滑动，那它有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形，所以这个管子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产生了弯曲。那我们就知道说地层发生物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防范的措施了。好，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来测看。那中山大学为了监测这个地层的滑动在这个山坡地上布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监测。那它需要呢，这里就是一个点，那这里有一个管子，我们就叫它倾斜管。然后我现在把它打开。倾斜管就是刚刚像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监控的管子，那我们把深深的埋到地上去。大家请看一下这边的设备，这个是量测的仪器的控制器我们放这里。那这个是最重要的设备，就是倾斜仪。那它放到这个倾斜管之后，它就可以去侦测到倾斜管里面发生的这个倾斜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动。好，那现在呢，我就要沿着这边有这个凹槽，我顺着这个凹槽把这个倾斜仪往下放。好，现在我把它开机。好，那接下来我就顺着这个管把这个倾斜仪往下放。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线呢，每隔50公分就做一个记号，那就方便我们待会拉上来的时候做记录资料的一个提醒。好，我们现在已经到底了，那我接下来就要把它拉起来。那每50公分我就要按这个仪器做一个记录。好，现在到达第一个资料，我们就把它按一下记录一下这点深度的资料。
然后继续再往上拉，又碰到下一个记号，再按一下，然后再记录起来，然后再继续再往下拉，再继续记录一下，好，然后就这样持续的这样的动作，一直到把倾斜仪给拉起来。所以地层是否产生变动，我们可以用一个剖面来观测。根据倾斜仪的动作，倾斜仪就会回传数据，判断地层是否有移动。那我们就可以提早做出预警。中央大学持续这样的记录已经是8年之久。那每一个月我们定期的来读取这边的记录，然后回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比较，看看这个段时间以来这些位置是不是有产生变化。如果有变化，就是可能发生地层滑动的现象。但是倾斜仪是如何作用的呢？中山大学的许家凯同学很好奇，从高中起就自己制作一个滑动感测器。他准备用这个自制的感测器来监测校园山坡变动的情形。假设它是往这个方向来移动的时候，那我就轻微的先让它展现一下它的灵敏度的部分。那我大约移动个1度左右，非常轻微的变化，可是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在移动。那我把它移动的把它明显一点。接下来我把它用第2层的方式来做这个方向的推移。那我把它开始移动可以看得出来，它那个萤幕上的话，它是2层分开，然后都会各自旋转这么多度。那第1层的部分，我们一起用一个复合方向 XY 复合方向去做操作，我往这个方向去操作。可以看得出来3个方向都跟初始值有相差蛮多度，而且我也看得出来。所以倾斜仪可以在小规模的长期地质观测帮上忙。但小林村发生悲剧时，位于资料欠缺的山区，而且灾后我们无法掌握现场状况，救灾困难，珍贵的抢救时间不断流失。要在短时间掌握大规模的国土变化以及全面的即时资讯，我们需要更先进的科技，从太空往地面感测。台湾的遥测卫星福卫5号。我们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国家太空中心，在它的屋顶上有一个卫星接受站，在一个白色的球幕里面，它有一个直径7.2米的蝶形天线，它负责来接受从卫星上传下来的影像。我们根据卫星环绕地球轨道来算出什么时候会经过台湾的上空，就事先把这个蝶形天线对准卫星会出现的地平线，然后一路追踪它，一直到卫星消失在另一边的地平线上。遥测卫星就是在天空中的眼睛。我们现在就在国家太空中心的影像处理中心。那在这个中心，它就负责设定卫星取向的时程。那它接收到卫星的影像之后，就把卫星所传来原来经过压缩加密的讯号加以还原，并加以校正，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资讯。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感测我们所在的环境。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它来观察我们所熟悉的石门水库，它在枯水期及丰水期之间的差异。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来到这神秘的走廊，从这里看下去，就是福卫5号卫星组装测试的地方。完成组装测试之后，它就被送到美国，透过火箭发射上到地球轨道去运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福卫5号是国家太空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打造的科技结晶，设计、组装、测试都在太空中心的整测厂房中完成。福卫5号是由卫星本体、遥测筹载和科学筹载3大部分组成，共约450公斤。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光学筹载，全程要经过非常审慎的运输，送到美国进行发射。卫星上覆盖的金色多层热绝缘体可以维持卫星内部的温度。卫星的本体负责环绕地球的运行，上方的遥测取向仪则拍摄高画质的画面。出发前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测准备。现在我们来看看福卫5号在2017年8月25日从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的影片。Second stage engine. The grid fins to your left have just deployed. That's stage 1 on your left, stage 2 on your right. FCO. Payload deploy coming up any second now. 福卫5号发射升空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它重要的设备——光学遥测筹载。光学遥测筹载充分运用了台湾半导体产业优势，成功开发出全球第一颗太空级影像感测器。这个感测器可以提供相当于在720公里高空可拍到地表2公尺的影像，就好比站在101大楼的顶楼，可以看到垦丁南湾有人在戏水一样的解析度。这是全世界第一颗应用在卫星上的大型 CMOS 影像感测晶片。CMOS 影像感测器常用于数位相机及手机上，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将来到国家晶片中心，寻找 CMOS 科学的原理。先举个例，从照相机谈起。现在的照相机所照出来是彩色的，所以我们怎么来记录彩色的影片呢？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上面再加上这个滤光片，分成红色、绿色、蓝色的滤光片。好，那你看这边下来，光线经过红色滤光片之后，就只剩下红光。那我们借着这边感光层去产生电流，那借由电路层去侦测它的电流的大小，所以我们这里就量测出红光的强度。那同理，在这边就可以量出绿光的强度。每一个像素由红、绿、蓝3个色光所组成。当我们分别量出整个画面中每一个像素的强度之后，镜头慢慢拉开，就可以像19世纪点彩派画家一样，用一点一点的笔触组合一张色彩缤纷的彩色影像。应用同样的原理，辅以科技的进步，今天我们可以呈现远比古人更细腻的精致画面。我给各位看一下实际的这个高档数位相机里面的结构。前面这里是镜头，那我这边把镜头拆下来。好，这个是相机的机身。那现在我按一个按钮，把它的镜片给打开。
那我们看看这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深绿色的一个平面，那它就是这个照相机的灵魂，它的 CMOS 影像感测器，里面看起来有深绿色的，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这边所画的CMOS 影像感测器。那这是非常高档的相机啊，这总共有2000多万个画素啊，放出来的这个影像品质相当的棒。那我们把这样的感测器放到这个卫星上来监测地球的地面的影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啊，因为卫星呢，它的特点是绕着既定的轨道啊来环绕地球，所以呢，它是一个行动的。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特色来设计特别的感测器。好，那我们就不用做成这么样昂贵的这个2维的，那我们做成1维就可以。好，像现在在一条线上啊，那我们很多的画素啊，比如说有16000个画素，那这样呢是一条线。那因为卫星呢是运动的，绕着地球转，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1维的感测器啊去扫描地球表面的影像，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影印机，你影印东西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条亮亮的线啊，这样在扫描啊，完成了一个整张A4 纸这样大小的这个影印，它的原理是这样。好，现在我们就来实际上做一做实验啊，从卫星上的遥测来感测的影像。好，在我的左手边这边一个结构，就是装在卫星上面的这个摄影机。那在前面这里就是它的镜头，那影像透过镜头投射在我现在把它打开里面这个电路上面，这里呢就有一条银色的长方形的这个晶片，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影像感测器啊，它是一个1维的。好，那我现在把它关起来。那将来这个在卫星上绕着地球在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地球上面的影像，那这边啊，这里看到因为我们的卫星是移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影像呢由上往下来移动。那我们刚以1维的这个扫描啊，一条一条的针对这个影像在扫描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个扫描到的资讯加以这个分析处理之后啊，所产生的影像就像这边荧幕所展现的。那目前我们所展示的这个是一条是2048个画素啊，所以你看到这边一条一条画素画出来，然后往上堆加，那接着这样扫描就产生了地面完整的影像。那将来我们实际上到太空呢，我们就可以用4组3000画素的感测器拼接成12000画素的照相比值。福卫5号历经5年的研发，终于在2017年8月25发射升空，但是却在9月8号开始地面取向作业时，发生了影像模糊的问题，也就是假性近视的现象。这究竟是哪里出问题呢？到底有没有办法改进呢？这个出现问题，这个卫星在720公里远，现在虽然知道它出问题了，那我们又没办法把它拿回来修理一下，再把它放回去。所以请问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初这个系统的设计就有考量到说，我能够透过一些温控的方式，就类似热胀冷缩的原理，那我来调整它上面的这个主镜次镜之间的一个相对位置。那这样最后修正到最后能够修正到怎么样的程度？我们到最后其实修正的结果的话呢，把它的误差量缩小了15%。那个时候没有再继续做下去，其实也是考量到说，如果说我们再做更多的话，我们担心是说卫星的一些电力上的需求会太高，然后操作上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性。我们福卫5号遥测卫星影像发生了影像模糊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请教了机械组陈博士，他告诉我们是发生了这个焦距失焦的问题。那他也提到经过这个中心的努力已经能够透过这个热胀冷缩使得焦距能够改善了15%。
那剩下85%，我们还能够怎么样去改善呢？那接下来就是影像处理的功能要发挥它的作用了。我们可以从荧幕上面看到，这幅影像其实就是卫星传下来的那个原始影像。那影像上面很清楚的看到2个现象，一个就是它很模糊，对，它看起来就不是一张正常的影像。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建筑物的部分有很明显一圈一圈的光斑，那这是一般的 user 是不能够接受的影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影像处理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福卫5号上的反射式望远镜的剖面图，远处影像由右边进入，经左边反射镜的反射，再经中间的反射镜反射，成像在左边底部附近的 CMOS 影像感测晶片上。现在为了以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失焦之现象，让我们用这个经简化过的模型来解释。光线从右边进入，经过反射镜的反射，本来应该要聚焦在这个 CMOS 影像感测晶片上，但因为位置偏移，所以造成失焦模糊，把原来一个点的影像扩大成为一个圆的形状。太空中心的工程师下达指令给卫星上面的温控系统，借着材料的热胀冷缩，把影像感测器位置移动到这个位置，那这样就可以减少失焦15%的程度。接下来，影像处理工程师借助数学方法来解决剩下来的失焦问题。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影像是如何模糊的。首先，这第一项代表原始清晰的影像，第二项叫做核函数 blur kernel， 又叫做点扩散函数 point spread function， 它代表着因为失焦振动等等对影像所产生模糊的一个现象。把这2项透过 convolution 回旋运算之后，就可以看到模糊所产生的结果。再加上仪器本身也会产生一些杂讯，就是第3项。这些混合在一起后，就变成照相机实际所看到模糊的影像。那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现在看一个范例，这是一张清楚的照片，让它跟一个失焦的核函数做回旋运算，就看到一张已经模糊一点的图像，再加上一些杂讯进来，就进一步的使照片的品质更加的恶化。如果就反其道而行，先找出这仪器的杂讯特性以及产生模糊的核函数，然后把杂讯拿掉，再根据核函数来做反回旋的运算，这样就可以得到原始清晰的影像。对做科技的人来讲，如果害怕失败的话，他真的就没办法进步了。所以我在各种场合，包括在立法院，也跟立法院拜托说，科技部的计划一定要允许我们失败，我觉得我们做的人就不敢去尝试哈。所以这个经验就真的说，我们说怕等秋果等的用，因为有这些失败的过程，那我们的团队现在变得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做这个影像处理调焦的这个部分呢的这个工具，大概我觉得全世界我们已经把几个重要在国际有名的影像处理专家都找来我们小组里面讨论过，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的能力我觉得是超强。国家太空中心利用温控及数学方程式的演算，修复了福卫5号失焦模糊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危险、威胁，可能都正静静地潜伏、酝酿中。例如，可能外泄的各种气体，不稳定的地层土石流，极端天气的台风，甚至是不断演化突变的病原体。
但幸运的是，在台湾各个角落有许多优秀的高科技人才，运用日益进步的感测器来为我们解决问题。每次从太空中看台湾，心中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依恋和亲切。我知道现在的台湾会如此的美好，就是因为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我们。这群人就是资讯超级英雄。他有你偶尔想起的失去，选择前进，直到只有你。走吧，带着坚定眼神。